你以前从来没搭建过网站？我连 DNS 是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我们今天就测试一下，一个完全不会代码的人如何在一条视频里把自己的 WordPress 正式上线。那要是失败了呢？那这条我们就可以当做服务器事故纪录片了。视频结束之前，我们会做4件事情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注册一个域名，然后再创建一台服务器。第3步呢，我们就是把服务器和域名连接起来。最后，我们再去用 AEPanel 去创建一个 WordPress 的站点。哦，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不只是概念。对的。今天这个视频的最后呢，你会看到一个能真正通过域名访问的网站。顺便说明一下，我们是 AEPanel 团队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是用 AEPanel 去给大家搭建。不过域名、服务器和 DNS 的基本原理它其实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呢，你在任何一家厂商注册都是可以的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用 WordPress 而不是用 Shopify 或者是 Wix 呢？这里呢其实没有一个工具是适合所有人的。就是说呢，如果说你想最快速的开店，而且其实不想管服务器的话，那么 Shopify 其实是会更省心的。但是呢，你想自己控制网站，自由的安装功能，并且以后能够自己的更换服务器啊，那其实 WordPress 对你是更友好的。那它的代价是什么呢？你需要负责备份、更新以及安全。总而言之，自由度越高，你需要处理的事情就越多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我想注册 fruitshop.com， 怎么这个都被别人抢占了呀？那其实呢，简短的域名可能在早期都已经被人注册完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其实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品牌去出发，尽可能的去注册一些简短的一些域名，不要为了能注册某个域名啊，塞到一堆横杠和数字。首先呢，我们尽量要选择短，然后那种容易拼写的这种。那其次呢，就是我们不要去模仿现有的一个品牌，就是避免一些法律的一些争纷。然后呢，第3呢，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看这个域名它的首年注册价格，那我们一定要看它的一个续费的一个价格。便宜1年，贵10年。没错，你终于学会了。服务器呢，其实就是说我们去存放网站和数据的一台电脑，但是呢，它其实是需要一直保持在线的。那么我今天其实是使用的是一台云服务器，这里呢，你可以自己的选择其他的提供商，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答案。那地区应该选择哪里呢？这里呢，其实是我们是有一个原则的，就是我们要优先选择靠近用户的一个位置。比如说你的客户可能主要在美国，那我们就要选择美国地区的服务器。那如果说你主要在欧洲呢，那我们就要选择欧洲，尽量靠近你的用户，因为这样用户他可以获得一个较快的访问体验。哦，那它的配置应该去怎么选呢？如果说我们只是做测试的时候呢，我们其实是可以选择一个配置相对比较低的，这我们叫入门配置。那如果说我们准备运行这个 WordPress 这种电商的一些主题或者说一些插件的话，更建议我们大家去从至少2GB 内存以上，我们去做一个配置的选择。当然呢，云服务器它其实是有一个特性呢，它支持弹性升级的，所以说我们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后面我们随时都可以进行升级。那现在域名和服务器都有了，他们怎么知道对方的存在呢？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去给域名添加一条 DNS 解析记录。首先呢，我们其实在建站的这个场景下，我们其实是要添加一条 A 记录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 host 我们就可以填写 @ 就是 @ 它其实是代表跟域名的意思。value 呢，我们就填写我们的服务器的一个 IP 地址，然后保存就可以了。那 A record 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呢，我们其实可以把 DNS 理解成为一个互联网上的通讯录或者说电话本，就是我们可以假设我们平时的电话本存的就是姓名，然后和对方的手机号。那你在这里也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告诉浏览器或者说你访问你的用户，你的这个域名它对应的服务器的 IP 到底是什么？那保存后可以马上就用吗？其实这里呢，就说我们可能是需要等几分钟让它去生效的，当然有的时间会更长，但是这个时间呢，通常是在10分钟之内。但是呢，就如果说非常极端情况下呢，它不会超出24小时。所以呢，就是你如果说你刚刚保存之后打不开，那不一定是你配置失败，有可能是它的缓存还没有刷新。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打开那个黑色窗口了？是的，会打开，但是呢，你不需要写代码，我们只需要复制 AEPanel 给的官方命令，然后粘贴到这里运行它就可以了。哦，所以复制命令不算会编程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做菜嘛，就是说你复制了菜谱，它不代表你去发明这道菜。进入面板后，选择 WP Tools 工具，然后在这里呢，我们点击创建，填写域名、网站名称、管理员账号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安装了。这个管理员密码可以用12345吗？可以。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网站上第2天出现在别人的服务器上，那你就用吧。那还是随机生成吧。等一下，这真的是我刚刚搭的网站吗？对的，域名已经指向了服务器，服务器上也已经运行了 WordPress。但是它看起来有一点儿
丑吗？它现在只是一个空的网站，还没有主题、商品，包括支付和品牌的一些内容。那后台呢，我们现在只需要设置3个位置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创建一些 pages，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页面。然后呢，同时我们需要再调整一下网站外观，比如说我们去给它安装一些适合我们的电商主题。我们还可以去在插件这个位置去增加一些功能。其他的内容呢，我们不需要今天全部去学完。所以今天我们完成了注册域名、创建服务器、配置 DNS， 再通过 APanel 安装 WordPress。下一期我们会把这个空网站变成一个真正的跨境电商的商城。然后呢，比如说安装主题、配置 Commerce、添加第一个商品，然后并且设置一些基础的一些支付的一个流程。那下一期你更想看什么样类型的呢？是零售商城还是 B to B 的询盘网站呢？把答案留在评论区。